记录百分时光，我是 Hunter， 欢迎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今天呢，我们一起在镜头面前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就是眼前这一套来自布鲁克星辰版变形金刚第7弹野兽之战这一套12款玩具啊。不知道能够抽出哪一个隐藏款呢？因为端盒的话呢，反正就是这么多。我个人是最想要的这个猛犸擎天柱啊，因为本身孩之宝那边或者说变形金刚那边还没有去买，但是这个小小的 Q 版人形，我个人还是非常感兴趣的。那直接开箱吧。好的，本弹的12款角色全部都集中在我们的面前了。整体来说，我个人觉得体验还是相当之不错的。虽然没有抽中我想要的装甲隐藏，但是星辉隐藏也还可以。黑暗版的这个猛犸擎天柱，那我这边得到的金币是猛犸擎天柱的这个造型，感觉还是非常帅气的。有机会呢，还是想去多收集一下这种纪念币啊，然后在闲鱼或者说其他的这个频道，把这个装甲隐藏和星辉隐藏，还有常规版的这个猛犸擎天柱给收集齐。好，玩游戏比赛总输着急上火，这时候你需要在闲鱼集市入手一床品牌串货的下凉被，安抚你暴躁的神经。官网3到4折就能拿下，闲鱼上货源渠道也是太生猛了，经销商串货，员工内购，官旗代拍，专柜样机，大神退坑。下单之前先闲鱼看看，闲鱼集市更便宜。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款一款的来看一下这边的这个造型。那因为运气的原因啊，没有收到装甲隐藏，所以这边分为正义和邪恶各是这个6款角色。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啊，邪恶的角色呢是紫色的，正义的角色呢是橙色底色的卡片。那本身呢，那个说明书就集成在这上面。这边呢就是给一些没有玩过布鲁克星辰版的朋友们做一个简介。那我们先从坏人开始聊起吧。那首先呢是这一弹的星辉隐藏，可以看到呢这次的这个黑暗猛犸擎天柱的涂装还是非常不错的，虽然没有大枪啊，但是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个枪的象鼻子，这边的握把都是 OK。关节方面，因为比例很小，紧实程度自然不用担心。那红眼的这个涂装，还有一印，包括这个象鼻的分件都是非常细致的。摇盒的这个手感呢是好像是有一个干燥剂吧，但是整体的装的比较满。但不过说实话，这一弹里面手感上面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啊，就是唯一几款，比如说像这个扫描版的威震天，晶莹剔透的很好看，上面也有一些线条这一款呢是完全没有干燥剂，它的打合感比较明显。那基本上如果是空空如也的话呢，就是这款威震天了。那还有这一次呢是把原始兽或者说这边反派的2代领袖都给集齐了。那如果你有买上一代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次的这个炎冲天武器真的是非常大，盾还有剑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为他的这个变形合体做任何的伏笔，只是说实话，这个剑呢真的是非常大，应该是可以把它这个剑盾合在一起然后再摆成一个什么武器的。孩之宝的那一款就是变形金刚的 C 级的炎冲天，或者说你喜欢叫它这个第10天也可以，那款玩具我还没有在镜头面前分享过。如果喜欢看我聊变形金刚的朋友呢，可以在下方留言。整体的做工还是可以的，只是我是觉得这个海陆空这个天空龙应该是它的这个翅膀应该是跟头连在一起的，不过这边变成了一个背包反正是为可动给让位了，整体来说还是 OK 的。然后再就是这边的这个金破天这个金破天呢身上还是看到有一些类似于鲨鱼的这个特征。这一款呢我觉得是低于我的预期，没有说想象中的那么帅气那可能是我个人还是喜欢之前这个霸王龙原始兽威震天的这个造型。整体的观感来说的话呢，可能我还是忠于 G1 或者说世界初的这种造型。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款原始兽的领袖呢？反正这2款，这个金破天的武器倒是挺别致的，还是很帅气的，放到一边去。那接下来是反派这边的2个恐龙型的角色一个是镜像钢索，那这又不用说了完全就是一样的模具重涂。
这个机械钢索呢倒是没有太多邪恶的感觉啊，因为眼睛部分呢是橙色的涂装，然后一把银色的小剑，仅此而已。可动性方面呢也都是很正常的。如果你有这个布鲁可的拓展关节包的话呢，可以连接在它的腰部，让它做一些非常近的动作啊。整体来说就是这个样子。再来是威震天的弟弟威啸天，你可以看到身上呢，算是第一次刚拼的时候还以为是铁甲龙啊，但是它区别于铁甲龙就是它这个地方的这个锯齿状的尖刺，然后口炮也有还原出来，背后有可动，这点设计的真的相当不赖啊。包括胸口的这个小车当然不能变形啊，但是它可以打开，打开之后里面有这个原始兽的 logo 啊，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细节。不知道后续呢，这个泰坦金刚或者说基地金刚啊，做成这种小娃娃的这个形态，会不会就是更加的有趣和可爱？反正这个威啸天或者说这个机器恐龙啊，我是非常喜欢的，个人给一个很高的评价。那接下来是正派的部分，首先是这次的主角白狮擎天柱。说实话呢，孩之宝原版的白狮擎天柱我有拍过视频啊，它的这个头雕部分呢非常的丑，看起来很像是钢炼里面的那个合成兽，就是把小女孩和狗合成在一起的那个合成兽啊，非常的可怕。整体来说的话呢，这两款玩具它还有一个特别的玩法，就是这个狮子头的部分，它可以张开成为这个旋风盾，这个零件呢可以直接替换到白狮擎天柱的这个肩膀上面。就像是这个样子，做成这个展开旋风盾的造型。我觉得这个玩法还是非常有意思的，看起来很酷炫。但问题就在于，就是这个狮子这样展开之后，你把这个狮子头换上去，那就需要连接件了，而且这样换上去比例好像也不太对，那这个狮子就相当于废了。狮子的话呢，可动性很一般，后腿方面它只能进行旋转，脚板呢还都是一模一样的零件。看起来不是很协调，放到一边去。白狮擎天柱呢，如果你有这个装甲隐藏的话呢，应该是可以把它的这个枪放到这边，作为这种展开机构，就是两边的小枪，包括还有全刃等等。但现在装甲隐藏目前2级市场的价格比较贵啊，所以说我觉得反正大部分朋友呢应该跟我一样，准备蹲一个好价。因为我不太介意这个光点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即使光点少了，但价格比较好，我也会去收。那接下来呢是救护车，还有这边的载具，非常G1的一个套装。救护车就不说了嘛，之前有铁皮、镜像铁皮、透明铁皮。那这一次的救护车在更换头雕的这个基础上，依旧是颜值非常能打、很好看的一个小娃娃。然后救护车呢，则是给了非常G1的这种载具变形金刚型的玩法，展开后备箱，展开这个后备门，再甚至你还可以这边打开不了啊，稍微有些可惜。然后我们把这边的这个小载具枪拿起来，就变成了一个战斗平台，然后你可以让它自己开自己，对吧？虽然说没有脚站的地方，但是你把这个手往这边一搭载，上面呢这把枪往这里一装，对不对？还是很酷的，就是它把之前机玩具那种古着的这种玩点，那就直接集成在这种可以像是扭蛋类玩具的上面。我是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好，它是体现了设计师对于这个机玩具的理解和热爱的。整体的体验，如果你是90后或者说80后的老朋友啊，其实整体来说，我觉得这套玩具或者说布鲁可的变形金刚一定不会让你失望。虽然它不能变形啊，但是你的这种拼搭玩法或者说拆盒的这个减压的这种感觉还是非常舒爽的，至少我昨天晚上玩的时候是这种感觉。再来是即将可以还差2位成员合体成为这个炎龙王，或者你叫什么 Volcano King 对吧？修罗王的这个机械恐龙淤泥这个大小啊，在这个小逼嘎的尺寸里面还是非常巨大的，我觉得这个比例还是 OK 的。那如果说和我们的大力神进行联动的话，这个大力神在目前聚焦的镜头里面真的很大呀，
虽然本身身高方面也是就10几厘米，但是呢，你要说把大力神和这个淤泥放在一起，摆出86大电影这种就一拳锤爆的这个姿态，还是可以摆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布鲁克真的是考虑的非常之不赖，甚至我会为这个事情呢，就是自己 DIY， 然后再去收一只淤泥，毕竟这只淤泥要组成腿部，对吧？整体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套玩具呢，后续的这个产品线我是越来越期待。然后再就是这边的飞过山，飞过山没什么好说的，很可爱，头尖尖的，2个小角，然后一把枪，仅此而已啊。总的来说，这一套10分满分的话呢，我觉得很可惜啊，我没有收到装甲隐藏，但是这2款这个博派的领袖或者说正义的领袖，整个做工呢都是不错的。即使白石擎天柱目前我手上只是个普通版本啊，但是它的颜值是依旧能打的，至少说可动性呀，然后胸部胸腰比例啊，虽然是个大头娃娃，但是整个造型是非常帅气的，包括呢这个喷气背包也都是 OK。整体的观感我觉得反正这套玩具后续呢我也会想办法把这个至少星辉隐藏和这个普通版要集齐吧。整体的展现就是这样。那喜欢这期视频的话，不妨点点赞点点关注，支持一下 Toy Hunter 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